In a surprising turn of events, Kawasaki, widely known for its iconic green motorcycles, has taken a bold step beyond two wheels. The Japanese manufacturer recently introduced a new concept vehicle called Corleo, a machine designed not only to traverse all terrains, but also to redefine the very idea of mobility. 在脑海中构筑一幅画面，一匹不知疲倦、无需进食与休憩的骏马，如今为其注入氢能源，并以金属之躯取代其肌肉，你便拥有了川崎公司那款突破传统认知的四足机器人克里奥。它以清洁能源为驱动，目标直指那些轮式车辆难以逾越的险峻地带。这不仅是对未来科技的一次生动展示，更蕴含着彻底革新我们出行模式的巨大潜力。那么，克里奥的构成究竟如何？它的运作原理又是什么？让我们一同深入探索这款在全球范围内都备受瞩目的轻动力机器人川崎克里奥。构成它的究竟是哪些材料？其运作的奥秘又是什么？请跟随我们的脚步，一同揭开这款引人注目的轻动力机器人马川崎 Corleo 的神秘面纱。人们常说，创新往往是对现有事物的重新组合和利用，但偶尔也会出现能够完全颠覆我们认知的新颖事物。在2025年4月举行的大阪关西世界博览会上，许多人都在期待川崎公司下一代超级摩托车引擎的轰鸣。然而，川崎重工业株式会社却出人意料地发布了 Corleos， 一款可以骑乘的四足轻动力机器人。它的高度大约为1.5米，与多数人的胸部齐平，顶部安装着流线型的摩托车面罩，仿佛是从科幻故事中走出来的未来生物。在其精心设计的躯干内部，一台长达150厘米的轻动力引擎正在低声运转。这台引擎并不直接驱动轮子，而是带动发电机，为每条腿上的电动机提供能量。早期的技术参数显示，其输出功率约为20马力，足以在实现零排放的同时自信地进行爬坡。Corleos 的每条腿都配备了独立的驱动单元，能够瞬间将扭矩传递至地面。它唯一的排放物是水，即使在热带雨林中也能实现真正的零污染，真正实现了零尾气污染。即使在雨林环境中也是如此。其核心的技术在于它的双腿，每条后腿都配备了类似于摩托车的摆臂结构，可以独立的进行升降，如同越野摩托车的悬挂系统一样吸收路面冲击。防滑的橡胶蹄片可以左右分开，在沙地上展开，以增加抓地力，在尖锐的岩石上紧密咬合。同时，人工智能视觉传感器会实时调整每一步的姿态，使得科罗能够像山羊一样在复杂地形中从容而稳定的行进，而不会发出生硬的机械撞击声。当你跨上 Corleos 的坐垫时，会感受到一种熟悉的亲切感。它配备了摩托车式的安坐、简洁的车把以及可折叠的自动调节脚踏板。在丛林等复杂环境中，你无需使用复杂的操纵杆，只需倾斜或轻推车把。Corleos 便会像一匹活生生的马一样做出响应，脚蹬和握把内部的压力传感器能够捕捉到骑乘者重心的细微变化，并将这些变化转化为转向指令。紧凑的仪表盘能够实时监控燃料余量和骑行姿态，显示氢气剩余量、重心位置标记以及单向导航箭头。不仅如此，当夜幕降临后， Corleos 会在前方的地面投射出柔和的类似面包屑形状的照明光线，而底盘上隐藏的光源则让整个机器看起来仿佛悬浮在小径上方约1英寸的高度。Corleos 的车架融合了坚固的碳纤维编织材料和轻质合金材料，并点缀着川崎标志性的电光绿色装饰，整车重量控制在180公斤左右。这样的重量既足够确保行驶的稳定性，又足够轻盈以保持操控的灵活性。动力来源于后置的氢能电池组，两组可以快速更换的罐体被放置在座椅后方，这不仅集中了机器的重心，还将燃料安全地隔离在骑手的膝盖之外。这项源自赛车摩托车的创新技术被巧妙地应用到了这款机器人马身上，这使得 Corleos 成为川崎更宏大的 ALIK 移动出行家族的一员。该系列未来计划推出涵盖步行车到船舶等多种氢能源概念产品。原型机的数据显示， Corleos 可以承载大约100公斤的重量，单次氢气加注后的续航里程约为240公里，移动速度相当于慢跑的节奏，这使得它非常适合救援队伍使用，或者让通勤者如同穿越障碍赛道般轻松穿梭于人群中。川崎发布的概念视频甚至宣称其理论最高时速可以达到160公里每小时，而世博会上展出的原型机虽然保持着谨慎的步行速度，却依然能够轻松攀越水泥砖堆，并且不会打翻骑手手中的咖啡杯。目前 Corleos 尚处于概念阶段，但它有力地证明了一个颠覆性的构想。当轮式交通工具受阻时，拥有4支和零排放氢能源的 Corleos 将延续人类的移动能力。我们已经见识了这匹未来的骏马，现在让我们认识一下驱动它持续前进的核心 Corleos 的氢能动力系统。
想象一下，氢气如同火箭燃料一般被储存在可重复使用的保温容器中。Koleos 正是将这样的保温容器安置在鞍座的后方，坚固的碳纤维材料包裹着内部充满高压氢气的气缸，只需弹开2个弹簧锁销即可取出空罐，然后滑入新的氢气罐，听到咔嗒一声即表示更换完成。整个过程所需的时间甚至比系紧头盔还要短，这意味着救援人员或公园管理员永远不需要寻找电源插座。当新的氢气罐锁定到位后，一台150立方厘米的单缸引擎便会发出低沉的轰鸣声苏醒。川崎精心调校的这个掌心大小的引擎只燃烧氢气，它并不直接驱动机器人的腿部，而是带动发电机，为电池以及安装在4条腿上的电动机提供动力。其化学反应过程虽然令人惊叹，却平静无奇。氢气与空气中的氧气相遇，转化为电流和水蒸气，没有二氧化碳排放，没有汽油味，只有纯净的水蒸气。为什么要如此执着于氢能源呢？请稍安勿躁。一个能够储存数小时能量的氢气罐，远比实现相同续航里程所需的锂电池组轻巧得多。因此 Koleos 才能保持其灵敏的身姿，而不会像一头笨重的金属犀牛。而且由于气体流动的速度远快于电子的移动，加注氢气只需短短几秒钟，无需漫长的充电等待。这种轻盈的体态和快速的能源补充相结合，使得单台机器人能够从清晨到夜晚持续工作，绝不会耽误任何既定的任务。当然，氢气首先需要被运输到使用地点，而川崎公司正在为此铺平道路。2022年，其 Swiss Frontier 号成为全球首艘跨洋运输液态氢的船舶，成功将超低温的货物从澳大利亚运抵日本神户。这证明了氢气的批量运输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安全的。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巨大的保温容器内部维持着零下253摄氏度的低温，缓缓驶入港口，其携带的清洁能源足以供给一支庞大的 Koleos 机器人军团。批评者质疑氢气的来源，这确实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早期的氢气大多通过煤炭或天然气等化石燃料制取，但日本的能源规划者和川崎公司已经转向利用可再生能源，通过电解水的方式来生产氢气。由海上风力发电和山地水力发电驱动的试点工厂正在逐步生产出绿色的氢气。Koleos 每迈出一步，其碳足迹都在持续减少，直到其燃料的运输过程也实现零碳排放。不妨将氢气视为21世纪的甘草，它不再是喂养活马的饲料，而是驱动着永不疲倦、永不出汗的机械坐骑，让空气保持最初的洁净。革命性的技术很少能在一夜之间成熟。让我们回顾川崎公司的机械制造历史，它是如何发展到今天的。革命性技术并非一蹴而就。让我们追溯川崎公司在机器人领域的演进历程。在川崎创造出能够翻越巨石的机器人马之前，它就已经开发出了能够以激光般的精度焊接汽车的机械臂。而在更早之前，川崎公司是制造军舰的。自19世纪以来，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有一点始终没有改变，这家企业始终专注于制造目标明确的机械装置。川崎的机器人传奇始于1968年，当时他与一家美国 Animation 公司展开合作，而这家公司正是世界上第一台工业机器人的发明者。合作的成果是什么呢？是川崎 Unimate 2000的诞生，日本首台国产工业机器人。这台液压驱动的机器按照今天的标准来看显得相当笨重，主要在工厂车间进行点焊作业，但它却标志着一场伟大变革的开端。日本决心在自动化产业中占据重要地位，而川崎公司则正式投身于这场竞争。时光荏苒，到了20世纪80年代，机器人变得越来越智能和精密。川崎公司于1981年推出了 P 系列其首条全电动机器人产品线。与旧式的液压驱动型号不同，这些机器人速度更快、更清洁，并且更易于操控。2年后问世的 E 系列则专注于装配任务。到了1989年 ，J 系列诞生，其更灵活的关节设计使其在处理曲面或在狭窄的焊接空间进行操作等复杂任务时表现更加出色。20世纪90年代是技术精进的时期。1992年，川崎公司推出了 UE 系列，其卓越的运动控制和提升的重复精度对于电子等行业至关重要。在这些领域，1毫米的误差就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1998年问世的 F-S 系列专为高速高精度的拾取和放置作业而设计，4年推出的 Z 系列则针对喷涂和涂层作业进行了优化。这在汽车制造领域尤为关键，均匀的涂层可能决定了产品是拥有展厅级的亮泽还是仓库级的暗淡。
进入21世纪初期，川崎公司开始全面发力，仅在2002年就推出了能够处理超重负载的 M 系列，以及专为闪电般快速的包装物流作业设计的 Y 系列。与此同时，川崎还进军洁净式机器人领域，为半导体制造等高精密行业提供服务。这些机器人不仅能够与人类协同工作，甚至能够胜任人类无法涉足的领域。例如，在芯片实验室的无菌环境中，仅仅一粒微小的尘埃就可能毁掉1周的成果。但真正的重大突破出现在2015年，川崎公司推出了双臂协作机器人 Duaro。Duaro 通过模拟人类双手的协同动作，无需防护栅栏或笼具，即可安全地与人类并肩工作。它可以完成产品装箱、拧紧微小的螺丝、折叠包装材料等任务，既不占用过多的空间，也不会意外撞到同事的面部。其设计紧凑、谨慎，并且出人意料的彬彬有礼。川崎公司并未就此止步，它还进军医疗机器人领域，推出了 Hinotori 手术机器人。这款机器人专为前列腺癌和胃肠道手术等微创手术而设计。这款与西门子医疗公司联合开发的 Hinotori 机器人在2020年正式面世，为日本的医院提供了一种可以替代美国达芬奇手术系统的本土解决方案。凭借其超精密度的机械臂和高灵敏度的 3D 视觉系统，这款机器人能够在狭窄而精密的空间内精准地复制外科医生的手部动作。因此，当 Koleos 在2025年登上舞台时，它的出现并非偶然。川崎集团已经积累了50多年的深厚技术，打造出了能够进行焊接、喷涂、包装甚至人体手术的各种机器人。制造能够4足行走、保持平衡并承载人类的机器人，并非仅仅是吸引眼球的噱头，这只是川崎公司漫长创新历程中的又一步。但川崎不仅是机器人领域的先驱，更制造出了世界上最具标志性的摩托车——川崎摩托的传奇故事。川崎摩托最令人称道的，莫过于其原始而毫不妥协的强大动力，同时又能被骑手完全掌控。这份声誉并非一朝一夕建立起来的。二战后，以建造军舰和飞机闻名的川崎公司，将其强大的工程实力转向了更小巧的2轮世界。1953年，他们研发出了 K1 车型，搭载一台 148cc4 冲程发动机的朴素车型，其目标是推动战后日本的交通发展。短短2年后，首款完整的摩托车 Meihatsu 125问世，公司的雄心迅速扩大，于1960年专门成立了摩托车工厂。到1961年，他们已经建立起了覆盖全国的销售网络。随后，一个具有颠覆性的举措出现了，收购了日本最古老的摩托车制造商 Meguro Manufacturing。这场于1964年完成的合并，使得川崎公司获得了坚实可靠的4冲程双缸发动机产品线。1965年诞生的 W1650 既是对英国摩托车的回应，也证明了川崎具备世界级的竞争力。速度很快成为了川崎的标志。1969年，川崎推出了 H1 Machi 这款2冲程3缸摩托车，能够在13秒内完成1/4英里的冲刺，成为了当时全球速度最快的量产摩托车。但川崎并未止步于此。1972年推出的 Z1 这台 903cc4 冲程摩托车时速突破200公里，实际上开创了超级摩托车的概念。20世纪80年代，川崎见证了赛道技术向街头猛兽的转变。1981年推出了 Uni-Gen-Track 单减震悬挂系统，但真正引起轰动的是1984年的 GPZ900R Ninja， 它搭载了全球首款量产的液冷16气门直列4缸发动机，成为了首款时速突破240公里的摩托车。凭借其在电影《壮志凌云》中的亮相以及忍者系列的全球传奇地位， Ninja 成为了速度和性能的代名词，风靡全球。经典的车型层出不穷。1990年代的 ZX-11 连续6年蝉联世界最快摩托车的头衔。1995年问世的 ZX-6R 在中量级赛车领域称霸一时。到了2000年 ZX-12R 再次刷新了速度纪录。随后川崎又接连推出了2004年的 ZX-10R、2006年的 Versys 系列，同年凶猛的 ZX-14震撼亮相。2015年川崎祭出了核弹级的 Ninja 2R， 这款机械增压的怪兽将摩托车的时速推破了300公里的惊人纪录。技术持续进化，2018年川崎推出了弯道 ABS 制动系统，即使在转弯时也能保持车辆的稳定。到2022年，他们又引入了雷达巡航控制系统，能够自动保持与前方车辆的安全距离。如今，电动 Ninja 轻动力原型车和混合动力运动摩托车都已进入研发阶段。从朴素的单缸发动机到喷气式野兽，川崎用70年的时间证明了一件事儿：
如果它不能让你心跳加速，那就不值得被制造出来。川崎摩托已经树立了行业的标杆，那么 Koleos 能否在机器人领域跨越这道门槛，成为新的行业标杆呢？与其他机器人相比， Koleos 有何独特之处？坦白地说， Koleos 并不是唯一能够双足行走的机器人，但它是目前唯一一款专门为人类骑乘而设计的载人机器人。当今大多数多足机器人要么用于搬运物品，要么用于递送咖啡，要么进行更像是瑜伽表演的舞蹈动作。Koleos 彻底改变了这种局面，这头以清洁能源为动力的野兽，在背负重物时配备了真实的马鞍。那么它与机器人领域的其他巨头相比又如何呢？首先要提到的是广为人知的波士顿动力公司的 Spot。Spot 是一款体型与大型犬相似的四足机器人，它采用电力驱动，能够完全自主运行，以其擅长跨越岩石、台阶和崎岖地形而闻名。但 Spot 并非为载人而生，其最大载重仅为14公斤，勉强能够背负一个背包。它主要用于扫描发电站、检查管道或在危险区域运输传感器。其充电方式与笔记本电脑类似，大约在运行90分钟后需要充电休息。它智能、稳定且灵活，但更像是一个助手，而不是一个坐骑。现在让我们认识一下现代汽车公司的 Dale-E， 一款专为提供友好客户服务而设计的机器人。事实上 Dale-E 根本不会行走，它依靠隐藏的轮子滚动，它的造型流畅，能够与访客对话，并且可以识别面部和手势，但其活动范围仅限于室内，一旦超出展厅的瓷砖地面便寸步难行。现代公司设计它的目的是为了协助人类，而不是载人，更不具备越野能力。它擅长问候和配合自拍，但别指望它能跟随你攀登山径。再来看看雅马哈公司的 Motorbot， 这可以称得上是最奇特也是最酷炫的机器人项目之一。Motorbot 是一款能够驾驶真正的雅马哈 R1 摩托车高速行驶的人形机器人，其研发目的是为了验证机器人在赛车领域能够实现何种精准的操控。这款机器人本身并不能行走，而是通过螺栓固定在摩托车上的，它不具备人类的思维能力，也无法仅凭自身的双腿保持平衡。虽然令人兴奋，但它更侧重于竞速性能，而非实际的交通应用。现在让我们将这些机器人与 Koleos 进行比较。Koleos 的设计宗旨是在真实的复杂地形上运载真实的人类，执行真实的任务。它采用氢能源驱动而非汽油，这意味着快速的燃料补充、更长的续航里程以及零排放。它依靠腿部行走而不是轮子滚动，它配备的是橡胶蹄部而不是轮胎。它设有乘客座椅、操控手柄以及能够帮助它像生物一样跨越岩石、泥土或瓦砾的智能传感器。与大多数需要遥控器或预设路线的机器人不同， Koleos 能够响应骑乘者的身体动作。Koleos 并不追求最快的速度、最像人类的外形或者最强的社交能力，它专注于实现可骑乘性、清洁环保和强大的功能。这是一款未来可能取代4轮越野车的机器人坐骑，而不仅仅是在展厅里跳舞的玩具。当 Spot 小跑、Dale-E 迎宾、Motorbot 竞速时， Koleos 正踏上属于自己的征途，载着人类前往前所未有的机器人领域。在征服山境和赢得公众关注之前， Koleos 还有一些巨大的挑战需要克服。究竟是什么阻碍着 Koleos 前进的脚步？尽管拥有充满未来感的魅力， Koleos 距离真正驰骋于山野还需要一段时间。川崎的这款机器人骏马看似科幻般的奇观，但将其转化为现实世界中可靠的机器绝非易事，多重挑战横亘在前路。首先，其腿部结构极其复杂。与简单滚动的车轮不同，腿部必须能够行走，保持平衡，并持续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每当 Koleos 抬起蹄部时，数十个传感器和电机就需要瞬间同步响应。如果任何一个执行器在行走过程中出现故障，整个系统都可能失去平衡。如此精密的协调性使得维护工作变得极其困难，尤其是在偏远的环境中。其次是成本问题，川崎尚未公布其售价，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款机器人的价格不会便宜。这款轻动力、人工智能控制的可骑乘机器人，其定价绝不会与普通的山地自行车处于同一水平。在实现大规模量产之前， Koleos 很可能仍然属于高端概念产品，更接近于奢侈科技的范畴，而非日常的交通工具。氢气补给也是一个难题，在全球大多数地区，氢燃料补给站仍然是稀缺资源，除非你居住在氢能试点项目或研究基地的附近，否则为 Koleos 加满燃料需要进行周密的计划。要使 Koleos 成为主流完善的氢能基础设施是必不可少的，而这超出了川崎公司的控制范围。法律分类同样构成了一个障碍。Koleos 既不是汽车，也不是摩托车，更不是无人机。那么它可以在哪里行驶呢？
是人行道、自行车道还是普通的道路？骑乘它是否需要驾照？如果发生事故又该如何处理？正是这类监管问题将最终决定 Koleos 能否成为一种实用的工具，还是永远受困于政策的壁垒。公众的认知同样至关重要。尽管大多数人将其视为尖端科技，但也有人认为它既非必要，甚至令人感到不安。质疑者可能会问，为什么不直接使用普通的自行车呢？但这正是所有突破性发明都必须经历的阶段。电动汽车曾经遭受质疑，无人机曾被嘲笑，智能手机也曾被轻视。如果 Koleos 能够跨越这些障碍，获得监管部门的许可，赢得公众的信任，并实现更便捷的生产和燃料补给，那么它将有可能重塑越野出行的未来。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天，人们会感到困惑，为什么曾经有人质疑机器人马的存在呢？ Koleos 所面临的挑战是真实存在的，但那些迫切需要征服极限的危机同样真实。世界为什么需要机器人马？想象一下，在一次山体滑坡之后，一个山间小镇的道路被巨大的岩石、树木和碎石完全阻断，直升机无法降落，轮式车辆寸步难行，每一分每一秒都至关重要。川崎公司在大阪关西国际博览会上推出 Koleos 时，正是设想了这样的场景。这款车辆专为轮式车辆无法到达的区域而设计，并且实现了零排放。为什么要采用腿部结构呢？因为腿能够解决轮式车辆无法解决的问题，四足机器人能够跨越岩石，在崎岖的地形中保持平衡，并且能够轻柔地降落在松软的地面上而不会陷入。其他腿式机器人的测试表明，它们能够穿越碎石堆和阶梯，这些障碍足以让轮式和履带式车辆完全瘫痪。仅仅依靠机动性是不够的，灾区和偏远地区常常缺乏电力或充电基础设施，这正是氢能源发挥作用的地方。紧凑型的燃料电池罐可以快速加注，持续数小时，提供静音零排放的电力，它不产生烟雾，不排放二氧化碳，只释放水蒸气。氢能源也符合日本更广泛的清洁能源发展目标。川崎重工已经实现了液态氢的跨洋运输，并且正在测试其在摩托车、火车和船舶中的应用，将相同的技术应用于腿式救援平台，实现了清洁燃料与全地形移动能力的完美结合。由此诞生的车辆能够在柏油路、废墟或森林小径间自由穿行，无需切换驱动系统，也不会排放任何污染物。其潜力远不止于应急响应，乡村医生可以抵达偏远的诊所。公园管理员能够在不破坏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巡逻敏感的生态区域，偏远村庄的老年人将重新获得可靠的出行方式。Koleos 不仅是一匹机器人马，更是清洁能源与现实世界可达性之间的桥梁，专为传统交通工具无法到达的地方而打造。如果你觉得这已经令人惊叹，那么请期待这项技术在未来将开启的无限可能。Koleos 将如何改变一切？今天的 Koleos 或许只是一匹机器人马，但其象征意义远不止于穿越崎岖不平的森林。这类机器或许将彻底改变城市建设的方式、野生动物保护的模式，甚至在未来的某一天实现外星球的殖民。这听起来或许有些耸人听闻，但这并非科幻小说中的虚构情节。如果将清洁能源与智能机器人的逻辑推演到极致，其终点自然会显现。让我们从地球开始。当今的城市设计是以轮式车辆为核心的，宽阔的道路、交通信号灯、路缘石和停车位都是为滚动的物体而打造的。但 Koleos 不滚动，它行走，它能够跨越障碍物，攀爬楼梯，在狭窄的小径上保持平衡。想象这样一个场景， Koleos 穿梭于公园之间，配送新鲜的食品，协助行动不便的人士穿越鹅卵石街道，或者在禁止车辆通行的区域运送物资。城市将重新以人为本，增加绿地，缩减道路，打造更适宜步行的社区。机器人将融入环境，而不是与之对抗。腿式机器将帮助我们摆脱铺装道路的束缚。现在将同样的理念带到野外，在崎岖地形中工作的保护团队常常依赖于噪音巨大的全地形车或直升机。这些设备的成本高昂，扰乱生态，并且对其试图保护的环境造成破坏。但像 Koleos 这样的机器人行动悄无声息，不留痕迹，既不会惊扰动物，也不会破坏地面。如果配备传感器和人工智能，它可以巡逻打击偷猎者，追踪濒危物种，甚至在无人机无法到达的造林区域播撒种子。在这种情况下，机器人并非取代自然，而是助力守护自然。但真正令人感兴趣的是火星探索。NASA、ESA 以及 SpaceX 等私营企业正积极规划人类在红色星球的长期驻留。要知道，每一项任务在人类登陆之前都需要做哪些准备工作吗？
基础设施、货物运输、栖息地搭建，而他们目前正在为此测试腿式机器人。事实上，由 DARPA 资助的 Cerberus 团队近期在模拟火星洞穴的任务中部署了4组机器人。这些机器人能够探索月球车无法触及的崎岖地形，它们无需平坦的道路，擅长攀爬，它们具备适应能力。未来版本的 Coriolis 机器人将采用氢能或太阳能驱动，能够在宇航员踏上火星土壤之前完成工具运输、基地搭建或地形勘察等任务。这听起来宛如科幻小说，但这正是创新带来的悄然影响。机器人马或许始于一项移动性实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将开始改变规则，不再需要平坦的公路，不再有化石燃料的噪音，不再固执地认为交通工具必须装有轮胎。我们打造的不仅是代步工具，这更是对人类如何穿行于世界的新思考，或许也包括其他的星球。感谢观看，下期视频再会。